农村姑娘不顾家人反对，非要嫁给一个没手没脚的残疾人。老父亲气得咬牙跺脚，用手指着女儿的鼻子：“我养了你20多年，容易吗？你怎么能嫁给一个残废？”“爹，不许你这么说，他不是残废，是残疾英雄，手和脚都是为了执行任务被坏人给砍掉的，他应该得到照顾，有权享受爱情。”说着话，这位朴实的农村姑娘用手拢了拢自己乌黑的长发，露出清秀的面庞，目光坚定看着父亲。最后实在是没办法，父亲狠着心要与自己的独生女儿辛香莲断绝父女关系。就这也没能动摇辛香莲要嫁给缉毒英雄郑贵军的决心。简单给亲朋好友发了一些个喜糖之后，这对特殊的夫妻就回到了他们的婚房，位于县城边缘的一套2室1厅住宅。“贵军，你累了吧？先在这儿坐会儿，休息好了我帮你洗个热水澡。”辛香莲搀扶着丈夫郑贵军从轮椅上下来，坐到沙发上，然后转身打开了对面的电视机。省电视台正在播放郑贵军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，最近这个新闻已经播了好多遍了。郑贵军眉头一皱：“香莲，换个台吧。”辛香莲赶忙把电视换到了电视剧频道，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。这下郑贵军的眉眼舒展开了许多。就这样，小夫妻婚后生活幸福美满，甜甜蜜蜜，恩爱有加。1年后，辛香莲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取名叫郑大庆，小名庆庆。一家3口是其乐融融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短短2年。英雄郑贵军因为过去做卧底暴露之后，曾经遭受过非人的折磨，身体患有多种后遗症。儿子大庆还不足周岁的时候，他就英年早逝，撇下了妻子辛香莲和儿子大庆，孤儿寡母，好不可怜。为了节省房租，辛香莲打算带着儿子回乡下居住。郑贵军的父母早已经不在了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家里只有3间破旧的老屋。辛香莲收拾收拾就住了进去。婆家和娘家2个村子紧挨着，母亲听说女婿死了，女儿一个人带着不满周岁的外孙子过日子，这当娘的哪能放心？蒸了一锅包子，怀揣几十块的私房钱，就想着给女儿送过去。“站住！要是敢管他，你也别回来了。”2年过去，这当爹的竟然余怒未消，火气一点也没减。辛老汉一拦，老太太还真就不敢去了，只能是默默地掉眼泪。其实这辛老汉并不是铁石心肠，也很心疼自己的女儿，不过他这是要让女儿多吃几天苦。什么时候过不下去了，回家来给他服个软认个错，辛老汉再原谅女儿辛香莲。可是他不应该呀，因为辛老汉是知道的，女儿辛香莲跟他辛老汉是一个脾气，宁折不弯，就是再困难他也根本不会回家认错。这一天出了大事了。天刚擦黑，辛香莲吃过晚饭，在床上哄儿子睡觉，屋门还没有上栓，只是虚掩着。突然吱扭一声，门被推开了，辛香莲心头就是一惊，因为家里很少有人来串门，晚上就更没人来了。这是什么人？天黑了还来我家，进院子也不打个招呼。那要是正常有人串门，在院子里得先喊上一声啊，好让屋里的主人知道家里来人了，这是起码的礼貌。这位可倒好，敲么敲就直接推门进屋了。辛香莲抬头借着灯光一看，认识村里的老光棍罗解放，人称罗斜眼儿。你来干嘛？香莲妹子你别紧张，我来是有个大好事跟你商量商量。因为2只眼珠都朝一边斜，还不会转悠，这罗斜眼儿歪着个脖子，眯着眼睛瞅着辛香莲。香莲啊，这点礼物你先收下。说着话，罗解放把一个小包裹递到了辛香莲的面前，自己也顺势坐在了床沿上，与辛香莲面对面。我不要你的礼物，快走吧，天都黑了，你赶快离开。
罗斜眼原形毕露，哪肯听这话？他伸手捂住了辛香莲的嘴，就打算强行无礼。辛香莲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呢，他一反抗，两个人这么一扭打，儿子大庆是哇哇大哭。罗斜眼此时已经被欲火烧昏了头脑，他抬手一扒拉，可你要是把孩子给推到床上也行，这家伙可倒好，他把不满周岁的大庆给打落到了地上，啪嚓一声，小大庆顿时就不哭了，声息皆无。这时候罗斜眼才知道闯祸了，愣磕磕站在床边，两眼发斜。不应该是两眼发直吗？啊，对呀，他是斜眼嘛。辛香莲下床一看，孩子已经没气儿了，这下他可不像刚才了。辛香莲疯了一样扑向罗斜眼，吭哧一口就把罗斜眼的一只耳朵给咬掉了。罗斜眼疼得惨叫一声，扭头想跑，还没等他迈开步呢，辛香莲顺手从床头抄起一把剪刀，一连好几刀都捅在了罗斜眼的肚子上。等罗斜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，辛香莲这才当啷一声，剪刀落地。他看看儿子，又看了看血泊之中的罗斜眼，突然觉得脑袋发胀，一阵剧烈的疼痛。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辛香莲叫喊着跑出家门，一直跑出了村子。乡亲们发现了罗斜眼的尸体，一看辛香莲的儿子小大庆躺在地上，被小被子包裹着，还睡得正香呢。原来刚才孩子被摔的时候只是暂时昏迷了一会儿，辛香莲太紧张太害怕了，误以为孩子已经死了，所以才受了那么严重的刺激。警方调查之后认为辛香莲属于正当防卫，但是他本人已经走失，他的儿子大庆只能暂时让姥姥姥爷来抚养。老光棍罗斜眼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，尸体火化之后被村委会给找地方埋了。辛老汉怀抱着外孙子大庆，心里这个后悔呀！哎，都怪我，早点把香莲接回家来就好了，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。可后悔还管什么用啊？辛老汉和老伴两个人虽然年岁大了，对待小外孙郑大庆丝毫也不马虎。老两口省吃俭用，哪怕自己饿着，也要让大庆吃饱喝好，穿得暖暖和和的。小大庆5岁这年，辛老汉老两口都病了，卧床不起。哎呦，实在是可怜啊！5岁的小大庆趴在灶台边上给姥姥姥爷做饭吃。乡亲们有那好心的人，有时候就给这二老一幼送点吃的。可毕竟没有经济收入，生活就难以维持。家里断粮的时候，小大庆便到集市上去讨饭，活脱脱一个小乞丐，好不可怜。后来辛老汉夫妻俩相继去世，村委会出面办理了丧事。此时的小大庆已经7岁了，也该上学了，可他无父无母，没有任何的亲人。村委会对这个情况十分发愁。正这时候，大庆的妈妈辛香莲忽然回到了家乡。原来辛香莲因为精神失常一直在外流浪，前不久被大城市的一个救助站给收留了，管吃管住，还请医生给治病，精神状况好转了很多，这才把他送回老家。当见到儿子大庆还活着的时候，这位母亲辛香莲不知道是悲是喜还是个什么情绪了，紧紧抱着儿子郑大庆是嚎啕痛哭。哭罢之后，村主任这才告诉他说，你的父母都已经离世，去上上坟吧。到坟前给父母烧了纸，又大哭了一场，辛香莲这才带着儿子回了家。郑大庆靠政府的补贴开始入学读书，辛香莲把父母留下的几亩农田种上了粮食，辛勤耕作，维持着母子的生活。时光如流水，日月似穿梭，时间一晃，郑大庆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，学习成绩十分优秀，以全县第一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一所名牌大学。入学之后的郑大庆遇到了爱情，那么他的爱情会不会开花结果呢？郑大庆的人生之路是一帆风顺，还是充满了坎坷呢？欢迎您关注下一段故事《贫富之恋》。